在西方国家呼吁对中国供应链去风险时，中国却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那这向世界发出怎样的信号？主持人好，在西方一些政客呢鼓吹对华脱钩断链、筑墙涉类之际，中国举办首届链博会，旨在向世界发出扩大开放的信号，发出尊重市场规律、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信号。同样呢，也发出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的信号。可以说，中国通过链博会向西方政客鼓噪的脱钩断链、去风险等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侵蚀全球高效合作根基的思潮和做法加以反击，从而呢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向绿色低碳转型。那为什么呢？是现在要举办首届国际链博会？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美国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断链的策略走不下去了。美国企业呢在反对，欧洲企业也因被迫服从美国意志而受到了经济损失。因此呢，欧美行政当局把过去激进的脱钩断链调整为更具隐蔽性的去风险。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中国呀不仅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而且成本低、质量可靠，使得很多西方企业没法和中国断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就找不到替代供应商。可以说，现在的西方企业呀正处在政府政策和市场规律究竟选择谁的纠结中。中国举办链博会，让他们眼睛一亮，催促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届链博会的最大特色是展示的是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向世界说明呢，中国呢已经走在绿色低碳发展线路上了，符合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理念，而且呢显示出下一个时代的商机就在中国。中国完备的未来经济供应链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对西方及世界提供全面的供应和服务。当然呢，链博会也显示出中国继续吸引外资合作共赢的诚意，希望欧美外商在中国市场呢创新开拓。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这意味着中国呢将进一步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国工商界朋友来华投资呢兴业提供更好的保障。就在中国的链博会开幕前夕，美国白宫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宣布近30项措施来强化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举动？这说明中美竞争呢依然激烈，美国对华去风险仍然是动作连连，不想把制造业的供应链集中在中国，而是呢要实现所谓的多样化，甚至是回流到美国。换句话说，美国对脱钩断链并没有死心，还在挣扎。拜登呢参加了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首次会议，吹嘘呢他上任第1个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把供应链带回美国，并夸大其词的吹嘘他签署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的意义。白宫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和中国对着干呢？首先呢，拜登已经打完了与中国脱钩断链的所有的子弹，从芯片禁令到投资限令，再到对中国顶尖企业的集中打击，但结果呢是并不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反倒刺激中国在被美国卡脖子的技术领域加快突破。拜登呢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从中国流出的企业呢也没有到美国，而是到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一些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呢又回到了中国，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像中国一样具有完整的供应链，增加了成本。就连企图分化亚太地区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也被迫暂停，因为呢亚太国家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不想人为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因此拜登便用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来显现他在中美关系上的强硬，强调在半导体、医药生产等方面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其次呢，美国大选即将拉开大幕，而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低于特朗普，加上他的年龄问题，民主党呢能不能推举他为候选人都难说。他继续呢在国内经济上加分，
通过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以及相关的措施来显示他在为美国工人着想，在努力的让制造业回流，在设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呢在选民中增加好感度。也就是说呀，美国政府仍要把经贸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一意孤行地推动脱钩断链，削弱中国经济的能量。所谓加强供应链韧性，不过呢是要把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上给拉下来。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这意味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重要关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仍将扮演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清晰信号。而就在本次中方举办链博会的几小时前，美国白宫也宣布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一系列新措施与此前的去风险提法一脉相承。中国外交部29号强调，国际上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趋势，中方的选择是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8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会期5天，设置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从配套零件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中国是联合国标准下工业门类最全、配套最为完整的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30%，全球制造和供应链重要中心地位不断凸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介绍，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载体，吸引了国内外515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境外参展商占比达26%，其中美国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20%，包括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英特尔、高通等一批美国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国际上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趋势，中方的选择是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这些美企前来参展的背景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威逼利诱他们与中国市场拉开距离，但大多跨国企业不为所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克日前就表示，中国花了很长时间来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美国公司在这些供应链上投资了几十年，因此任何人想要取代中国都需要很长时间。从美国参展商在首届链博会这种表现来看呢，实际上可以简单的总结为用脚投票。尽管当前美国政府呢，它在对华经济交往方面始终呢强调所谓的去风险化，说到底呢就是倾向于用泛安全化、泛行政化的手段来干扰中美之间正常的贸易投资往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商界呢，其实呢它就是用脚投票，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了这种呼声，那就是无论是中美两国之间，还是整个世界经济，都必须保证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畅通。不少国际媒体注意到，就在中国链博会开幕之前数小时，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27号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并召集了首次会议。总统拜登亲自宣布了30多项新举措，其中包括建立针对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刺激美国国内基本药物的生产，减少医疗产品对所谓高风险外国供应的依赖等，均延续了拜登政府强推制造业回流等保护性政策。而且白宫新成立的供应链韧性委员会由美国安全部门主导，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长等安全部门人员。可以说，围绕国家安全的说辞，拜登出台的一系列新举措与此前的去风险提法一脉相承。而所谓加强供应链韧性的背后，实质还是美国试图脱钩断链的一意孤行。分析指，目前拜登正面临2024年竞选连任的艰难局面。此前，他高调过81岁生日，招来不少对其连任能力的质疑。同时，前总统特朗普等待卷土重来。特朗普目前在共和党候选人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因此拜登急需政治加分项。而延续此前其强推的制造业回流、做供应链文章等政策，拜登政府希望能在选民中刷好感度。
过去2年来，尽管呢，拜登政府呢在高科技领域呢一直强调对中国所谓竞争，强调呢对中国呢要去风险化，但是呢，我们来看总体的中美经贸关系其实还是在逆势增长。也就是说呢，中美之间这种传统的贸易投资关系呢，其实还是不降反增。这其实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之间这种密切的经贸投资联系，其实呢，并不是美方哪一个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恩赐，更多的还是美方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界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它一种客观的利益选择。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并随着技术复杂度提升，呈现出链长、面广、无国界生产的特征。以苹果手机为例，迄今200多家供应商遍布全球，一个不起眼的电子组件都可能成为一家顶级的硬件厂商。但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美国还以去风险为名，大搞脱钩断链，四处构建小院高墙，极大损害了支撑世界经济复苏的技术创新和投融资活动。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度发出警告，如果全球产业陷入严重碎片化，总体经济产出可能萎缩多达7%。基于对增长困境和挑战的担忧，世界贸易组织近期将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速从此前预测的1.7%下调至0.8%。有分析认为，如果真要说中美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有什么不同的话，很明显，美国走的是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的路，中国走的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路。实际上，对于一些国家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的做法，越来越多国家和跨国企业在用脚投票。例如，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近期宣布将在天津建设第2条生产线，特斯拉宣布将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德国大众计划在华投资10亿欧元开发纯电汽车。从未来来看呢，在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哪个产业包括我们这一次链博会涉及的，包括智能汽车，包括绿色农业，包括数字科技、健康生活这样一些产业领域呢，那么实际上全球范围内基于市场原则的市场分工协作呢，一定会越来越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呢也会在其中更加凸显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呢，其实可能是未来供应链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